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米兰。北京政坛最近可真不太平，金砖线上峰会一结束，网友马上发现异样，习近平脸色发暗，右眉梢疑似留有疤痕，动作也显得迟缓，简直不像过去的大权在握模样。有人甚至怀疑是不是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期。偏偏就在大家议论他健康的时候，中联部又出大事，部长刘建超突然消失，重大外交场合全都没影，临时顶上去的竟然是副部长李明祥。外面更爆出惊人传闻，刘建超被指是 CIA 间谍，这要是真的，那可是外交系统的地震。再加上地方官员高鹏因受贿被判12年，政治生态暗潮汹涌，健康、权力、人事、案件全都掺在一起，北京这盘棋真是越看越悬。在今年金砖线上峰会的镜头中，习近平右侧眉梢与太阳穴之间出现一条明显褶皱或疑似疤痕，搭配整体偏暗的肤色，即便央视精心布光和后期处理，也难以完全掩盖。这种细节引发公众关注，民间常用印堂发黑形容面色异常，虽非专业医学判断，却直观呈现了第一印象，也让外界开始思考其健康状况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回顾今年公开露面情况，这些异常迹象并非孤立事件。6月中亚峰会上，习近平面部略显浮肿，肤色偏黄。9月3号北京阅兵中，他在检阅台上神态稍显呆滞，头部轻微抖动，动作明显不如往常有力。部分网友甚至将这些画面与手术恢复期联系起来，讨论热度持续升高。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中，领导人的健康不仅是个人问题，更可能影响权力运作与决策稳定性。每一次公开亮相的细微变化，都被外界解读为权力博弈、派系平衡或内部压力的信号。这些迹象为观察习近平在高层政治格局中的掌控力提供了思考，也让外界对中共未来的政策走向、干部提拔以及军政稳定性产生更深关注。除了公开亮相的健康细节，习近平近期频繁现身寺庙和古迹，河南洛阳白马寺、龙门石窟、青海红觉寺以及藏传佛教核心地区西藏。外界猜测，这些行程或为寻求佛法庇佑，或借宗教象征稳住地方与军权局势。如果将这些行程连成一条时间线，会发现一种不寻常的规律。如2025年5月，河南洛阳造访白马寺和龙门石窟，官方强调文化自信；2025年6月，青海西宁走进红觉寺，强调民族团结进步教育；2025年8月，西藏再度现身，这次在藏传佛教核心地区。从中原佛教古刹到青海藏传寺院，再到西藏本土，3次亮相时间紧凑，地点特殊，整体呈现逐层深入的趋势，似乎一步步接近宗教核心象征。此次西藏之行更是在外界对中共内部局势和习近平健康的关注下进行。中共军内消息称，张又侠讲话中提到2万亿军费外流，习近平健康状况多次引发猜测，病退传言不断升温。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走进藏传佛教核心地区，难免引发各种解读：是寻求佛的庇佑，还是借宗教象征稳住局势，亦或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政治舞台行为？英国著名预言家帕克在2023年曾公开预言，习近平健康可能出现问题，其掌权地位也将面临严峻内部挑战。这一预测在过去2年间逐渐引发关注，尤其是在中共3中全会之后，习近平健康异常消息频繁传出。自此，政局波动明显，其身边的习家军成员接连落马或失踪，包括部分长期掌握军政资源的高级将领和中枢官员。观察人士认为，这反映了以中共元老、红二代及中央军委高层张又侠为核心的反习派对习近平势力进行系统性政治牵制。尽管官方未披露习近平实际掌权状况，今年北京阅兵的安排仍引发外界关注。
总指挥由一名名不见经传的中将担任，这在历届阅兵中前所未有。阅兵不仅是展示军力，更检验军政体系内部信任与权力分配。这一安排间接显示习近平在高层决策中影响力或受限制。综合健康线索、寺庙形成及高层人事变动，帕克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印证。习近平面临的不仅是身体健康挑战，更是源自党内权力博弈的巨大压力。健康与权力压力直接影响到高层干部的任用。自2025年7月底外访返京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突然消失公众视野，至今超过1个月。他未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北京93阅兵等重大外交活动，但职务仍挂在中联部官网。港媒《星岛日报》指出，陪同金正恩访华接待的并非资深北韩通副部长陈舟，而是副部长李明祥。李明祥长期任职中联部，2022年底升副部长，现临时主持日常工作，代理部长职权，出席重要外交活动，显示他获得习近平高度信任。公开资料显示，李明祥在中联部长期从事对外联络及党务外交工作，熟悉国际事务和对美接触，是系统内资历深厚干部之一。分析人士指出，李明祥虽临时主持部门，但是否继任部长尚不确定。这一安排被视为习近平稳住外交体系、维持中联部运转的重要信号。近日，自媒体与博主爆料称，刘建超已被确认为美国 CIN 间谍，其主管党务外交职务被拿下。此消息一经传播，引发广泛热议。爆料者称，该事件不仅是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体现，也涉及核心成员信仰动摇，暗示政治忠诚与个人立场可能成为清算理由。虽然尚无独立证据可验证刘建超身份，但讨论意义重大。台湾学者沈明世指出，即便身份未确认，刘建超长期负责对美外交事务，掌握敏感信息，其权力地位天然成为斗争焦点。台湾军事战略专家苏子云则认为，中共高层常通过间谍标签对竞争对手施压，是典型派系博弈手段，反映外交体系潜在震荡与不稳定。如果消息属实，刘建超事件影响将超出中联部运作，也折射出习近平提拔和信任高级干部面临的政治风险。在中共高层风云之际，地方官员案件也引发关注。近日，前北京市副市长高鹏因受贿玩忽职守，被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300万元。调查显示，他自2007年至2024年间，利用多个职务便利收受财物约人民币4386万元，涉案财物及孳息已依法追缴国库。公开资料显示，高鹏先后任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北京地铁10号线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市发改委副主任，以及顺义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在任期间，他利用职权为相关人员在入职晋升、企业经营、工程承揽提供便利。此外，2016至2017年，顺义城市生活展示体验馆项目管理不当，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吕梁中院认定高鹏行为构成受贿罪与玩忽职守罪，情节特别严重，但因其如实供述、认罪悔罪，积极退赃，依法从轻处罚。庭审中，高鹏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这一案件折射出当前政治生态与中央权力斗争之间的紧密关联。在高压政治环境下，地方官员的命运与中央权力格局密切相关。从习近平频繁亮相寺庙、健康疑云不断，到刘建超失踪及 CIA 疑云，再到李明祥临危顶替、高鹏落马，北京政坛风暴不断升温，健康、权力、人事、地方案件，这些事件相互交织，形成复杂政治生态。中共高层权力棋局正悄然重排。
谁能守住阵脚，谁又将被淘汰。外界目光不仅聚焦个体命运，更在洞察整个体制未来走向。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